大家好，欢迎来到 Easy Mandarin 很烦吗？好吧，咱们今天就不烦人了啊，直奔主题。哎，你怎么戴了耳环？哎，你怎么显得有点年轻？写的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啊！好吧，那今天咱们聊一个沉重的话题。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觉得这些东西很沉重呢？它不沉重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是一个回避型性格，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就是我本能上并不是想直接面对的。对，但其实这些话题我们聊的，我觉得它都是带着希望的，是积极的呀。对对对，底色是很温暖的。对，为什么总是每次你就说啊，接下来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是也很沉重。但说实话，就前几期啊，对我而言，都不是很沉重的话题。就是我只是一个说辞。就因为它和我不相关，你知道吗？整体而言大部分都是你的性格特点。哎，怎么了？听到什么声音了吗？猫，你有没有把猫给抱进来？好的，我们把猫放进来了。就是我是觉得，就因为这期节目啊，它涉及情绪。因为情绪其实是一直把我困住的一个难点。我虽然知道，就是说我被情绪困住了。在小花猫，能，小花猫，来说句话，叔叔阿姨们好，爷爷奶奶们好，哥哥姐姐好。就是情绪我一直在想，就是我其实很想聊的情绪，它不是很大的，很大的范围，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有情绪障碍呀，或者是就是大到这种方面，然后小到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情绪无法消化呀。对，其实我很想聊的，里面一个比较细的点，那就是冲突下的情绪啊，对啊，这不就是我成天面对的负面情绪？所以我觉得情绪这两个词，就在我而言听来，它就是负面情绪，对不对？就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冲突下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可以吧？对呀，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把情绪定义成 positive、negative， 它是积极的，消极的，所以它从这个命名跟定义上，就让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哎，对，所以我们本能会觉得有这些情绪是不 OK 的，是令人不舒服的。是的，它确实也是让人不舒服的，确实不舒服。对，然后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冲突中就会把自己的这部分情绪隐藏起来，隐藏久了，甚至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自己究竟怎么了。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聊在就是冲突中，尤其是关系里的冲突中，这个情绪的影响很重要呢？就是情绪对个体对自己这部分的影响，我们可以改天再聊。可以。但在关系里，尤其是很亲密的关系里，父母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和伴侣之间的关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这个冲突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嘛。肯定的，在冲突中，如果说我们很难去识别自己的情绪，进而也很难识别对方的情绪，那么其实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情绪的对抗里面，我们很难去触及这个问题的本身，事情的本身。而且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是在情绪下，情绪之间的对话，我们其实会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吗？说狠话，会知道说什么话让对方难受，我就说什么。对，人在这方面是真厉害，真是无师自通。就是我知道哪个点会戳中你，我就会说什么话，然后也会说很多气话。今天我跟娃下午吵架，我俩还在说气话。就是在这种情绪下，其实很多人能很快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很多人走不出来，会顺着那个情绪就越堆叠越高，越堆叠越高，那么其实就反而让关系变得很糟糕，关系变得疏远了。对，所以说我们就单独去讨论一下在关系里的冲突，然后怎么去识别自己的情绪，以及你为什么识别不了自己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你说起这个，我确实觉得
这对我而言也很重要。就是在当下，我知道我是会处在情绪里，我是知道自己处在这个情绪的状态里，但我其实很多时候就很难很清晰的识别出来这是什么情绪，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因为我知道好像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就是你假如在情绪里，你要通过一个理性的东西去把你跳出来，比如说我再去想这个去分析的话，你好像就能从这个情绪里出来。但大部分时候我好的对我啊，很多时候都会处在这个情绪里，这个情绪就一直把我裹在里头，我好像就很难出来，我很难去我很多时候的点就觉得我好可怜，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而不是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争论的点在哪里呀？等等，好像这个就是我很难在当下跳出来去识别。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脑子中跳出来了很多概念，还有很多，就是我想一一给你说一说。可以。首先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叫怎么说？非常经典的一个选择题。它是叫选择题吗？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杯子里还有半杯水，杯子里只有半杯水。它带来的情绪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杯子里还有半杯水，它带给你的是什么？还有半杯水呢，还有这么多呢。对，是一种积极的，对，然后是一种带着希望的，是的，乐观的状态，你可能整个人是愉悦的。是的。那么杯子里只有半杯水啊，只剩半杯水了呀，就是感觉有点悲观了，甚至有点紧张，有点害怕，有点不安。是的。那你看，就是这两种，你看导向的两种不同的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同样就是这半杯水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看待事情的角度，也叫信念。对，这叫信念。所以说影响我们情绪的，往往可能不是事件本身，是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我们的不同的信念啊，就是同样的一杯水。对。我举个例子哈，我想想，就比如说湿哒哒的手，手上湿哒哒的手，我手湿哒哒的，我碰了你，你 OK 吗 ？OK 啊。你湿哒哒的手碰了我，你不 OK 啊？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常见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要出门旅行，然后以前我的状态，我提前1周我就开始收拾行李了，对。然后你是提前1天，可能大概收拾差不多就 OK 了，你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怕有遗漏，我怕什么东西没有带，对。然后你会觉得没有带就没有带，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这里，不同的角度，对吧？对，我们看待它的角度是不同的，对，所以它进而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然后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情绪当下，如果会有一个理性的声音，然后让我去分析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就是代表一个你的新的信念，一个新的角度，在慢慢植入你的大脑，重新带给你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对。所以你的情绪感受就会不一样。我想就是，我觉得可能分2种状态吧。一种状态就是不对，我觉得应该分3种状态，在关系里有情绪冲突的。一种是我非常为之困扰，就是我觉得我的情绪很糟糕，对，我觉得我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很想去控制它，但我总容易失控，对，然后我容易向那个对方发脾气，对啊，我也很容易冲孩子发火，我非常想调整，但我到那个当下，我的火噌的就冒出来了，我控制不了，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方很困扰，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我认为就是我觉得可能有问题，但我不觉得是我的情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能有问题，但我找不着着力点，对，总觉得好像就是关系上我们在沟通啊，沟通着，我们就爆发了争吵，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我总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些所有东西的根源就都来源于对情绪识别的不清晰。我觉得第一种呢，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就像我这样的状态，
我知道我的情绪不好，我知道我的情绪控制有问题，我知道我有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去发脾气，就是对于这样状态的话，比如说情绪突然的爆发，然后你又很难控制，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识别自己的情绪，做情绪日记。对。然后我在娃小的时候陪他读了一本绘本，关于情绪的绘本，这上面很清晰的记录，其实当我们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反应会来得最快。然后有一些人他的反应可能就是起鸡皮疙瘩，或者手心发热，或者脸发热，或者心跳变快。我的感觉就是我大脑好像充血，嗡的一下，对，就那个感觉我情绪马上就要爆发了。然后你在做情绪日记的时候，除了记录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去回忆你在什么节点，比如说谁说了哪一句话，导致你当时有了那样的感受。比如说我当时我就感觉我头脑嗡的那一下，然后做这样的记录。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个复盘的环节，就是那么当我下次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去看它。这就是在自己平和的状态下，对，先让那个新的信念，就是那个理智的声音，先往自己大脑里先去铺路，对，先去铺路，多来这么几次，你慢慢就会在下一次发脾气的时候，想生气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受一来，你就我感觉到了，我要生气了，我如果再跟他对话这么下去，我就要炸毛了，我的日记里写的，我给自己复盘的是这个时候我要做的事情是我去洗把脸，我抽离一下，那么你就赶紧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你的那个爆发就不会，就这个冲突就不会进一步升级，对，然后你就从里面抽离出来了。这样的状态走多了，你那个信念就出来了，就甚至都可能你不会再有那个嗡的一下，而是听到这样的话会它不是那个意思，它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新的信念就蹦进来了。新的信念是你对他人说的话的一个新的认知。对，新的认知，它一定是要在你平和的状态下。所以为什么复盘这个事情，记录和复盘很重要。它要在你平和的状态下，然后你去看你比如说像那会儿我们要录视频前，然后我已经到书房了，他叫妈妈。因为我在上来前我跟他已经交代过了，我说我要跟爸爸录视频，需要你，然后就叫我，当时好烦呀，而且书房就是那个外面很热，然后然后给他找视频我找不着，我又需要到书房来拿我的手机，我就好烦呀，而且都这个点儿了，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烦躁，对，很烦躁，然后我就一直在深呼吸，就在深呼吸，因为他能让我能做的是让我没有炸毛，我在深呼吸，然后我还是决定要把手机拿下去，给他把这个事情做了。在这个过程，在做的过程，找到这个过程里，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他的需求没有什么问题，他自己就是无法搜索，他搜索不了，而且他现在就要用这个东西，当下就要用。所以他的需求对他没有什么问题，对，所以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然后我就逐渐就平静下来了，我就不会去怪他在这个点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叫我，对，他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见又很清晰的例子，然后到最后又感觉还是有一丢丢的小烦躁，对，那怎么做？就他的小脸蛋上亲一口，然后瞬间那个怒火就彻底平息了，就没有，就觉得其实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就是他有个需求，然后我满足他了，就 OK 了。然后稍微晚一点点，晚上2分钟也没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很多时候会陷入这个里头，对，就觉得好像就正在那个时间不做这个事情，就真的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或者怎么样。是的，今天也是，其实我对娃也有一个状态吧，就那会儿要吃饭。就是我和他踢球回来，比较迟了，都快7点50了吧，那个时候你饭已经做好放那了，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应该早点快吃饭了，不然太迟。但是呢，确实身上湿了，他也出了很多汗，所以我是想让他赶紧去洗澡，洗完澡就可以吃饭了，就可里马擦，快速，陕西话，就是，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让我炸毛了，就是我确实就不舒服了。他说要去找倾听者，
先听一会儿《西游记》，我就联想起来，我就觉得你在洗澡的时候你要听故事，那个时间就会被拉得很长，这个点让我就会觉得心里特别，我确实在那个状态下我很不舒服，然后他一下找不着那个倾听者，我会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啊，你自己放哪你自己不知道吗？对不对？又不是我放的，我也没听，其实那个情绪应该已经上来了，对，是我的情绪，我的情绪已经上来，我是用情绪在和他对话的，因为你后来给我补充了一个消息，就是因为现在每天中午带他出去骑车，骑车回来因为一身汗太热了，为了他的眼睛啊，然后他每天中午也都会回来之后洗个澡，洗澡的时候也会听倾听者，对，但是时间会卡的比较好，5分钟之内就出来了，其实说实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入这种情绪的冲突里头，本来可能就是一点点时间，反倒把时间浪费在情绪的对抗里头，变成很长很长。那我问你，如果说在下一次，你也不知道他其实会现在就去洗澡听故事，然后并不会耗费那么久，你没有这个背景信息。对，如果在下一次发生这个，或者是时光倒流，我给你个魔法棒，你回到刚刚那个状态，你会怎么做？他现在就是跑出来了，从浴室跑出来，他要找他的倾听者，然后他要听故事。其实以我对我这个孩子的了解，他是能听进人说话的，很多时候要是我是比较冷静的状态，我会和他说，就是但首先我可能帮他找一下，找到的时候我和他说，就是那就最多5分钟，然后咱们就要吃饭了，他肯定就出来了，他是能听进这些话的人，是的，我的理智告诉我他是这样会做的，只是当下其实我就是情绪脑上头。你情绪脑上头那会儿，你有什么感受吗？就身体上有没有什么感受？哪一块感觉最不舒服？我没有觉察，说实话，没有觉察过。但比如说咱们俩有这个就是冲突的时候，我不舒服的时候，我是有觉察过。之前和你说过，就是我的心跳会加速。我心跳会加速。每就是主要我和他我还我没有特别大的，可能是也会脑热吧，可能我不是特别清楚。就和你在一起，可能是我会觉得叠加了一层，可能要面对这个争吵这个害怕。不安，所以我的心跳会加速很快，这是我一个感受，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那会儿你情绪不好，我也看到了，就瑶叫你的情绪不好，其实在我的第一反应，我会觉得怎么了？是不是我没做好啥呀？是不是我占用他时间了？是不是他这个时候很烦躁？就是这个时候还录视频，都几点？9点多了，这就是我一般情况的第一反应，但是我会觉得，因为今天我才听了，就是咱们上一期节目，我就做剪视频啊什么的，就是最近我们录的节目让我其实多少是有一些收获的，我会觉得要课题分离一下，就是还有一些边界树立一下，就是这是他的问题，他确实不是我的问题，他可能在当下是面对一些，比如说，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你早上说头疼，可能一直头疼，而且在那个状态下瑶一直叫你，可能是让你会比较烦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让自己这个理性进来，不要被感性这个情绪所压倒，所以后来就是等你上来之后换衣服什么的，我就在你跟前问了一下你，首先问你是不是头还疼，然后后来就是是不是不舒服等等，我是觉得其实我是有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不是每回都能做很好。我本来是想说，就是你自己其实我给你建议过很多次，就是你可以尝试，去把冲突，去记录下来。对，然后因为我和你，其实我们的复盘，好像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你的自我复盘，所以它带来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少了你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对，它变成了我们之间的对话，是的，所以这个信息可能只停留在我这里，没有经过你自己大脑的重新加工。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你在下一次遇到的时候，在那个当下，还是会选择旧有的模式，因为新的信念没有被植入进去，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你自己可以多做一些情绪的记录。对，做多了其实就不需要了。我记得
娃比较小的时候，我当时还去学过那个正念，然后他就要做一些情绪，就是情绪的日记，情绪记录你当下身体的反应啊，你的情绪状态啊之类的。所以到现在我和他在起冲突的时候，我脑子中会有很多信念不停的闪过，就是我们俩今天下午因为那个他做错题发脾气那件事情，我俩在争吵的时候，我觉得我能把握到那个合适的度，就在什么时候和他一笑泯恩仇，对，然后在什么时候需要去跟他树立那个界限，然后又不能说是任由他肆意的发泄，肆意的发脾气，对，而是要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知道，你也需要去尊重妈妈的感受。然后你同时我也去理解你的感受，而且你自己要去学会去区分这个状态，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脑子中会有很多很多东西去，然后而且我会觉得当下脑子里也有想，有时候就是吵小架，是挺好的，它会让我会跟孩子之间的就是感觉更亲近，对，更亲近，我们可以互相 diss 一下，互相怼一怼呀，它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因为后面有两个人会和好，对，我们俩说着说，突然两个人都笑了，然后到后面也会，然后说是和好吧，然后就和好了。是真的，因为我在里头工作嘛，我听到你俩喊，我现在还挺担心呀，这俩咋办呀？想不到后面就听到，就不要灾难化，不要灾难化。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情绪状态，就是你自己可能会就有时候会隐隐的感觉这个关系让你觉得有点不安全，但是你可能又不是很能准确的知道问题在哪里，对，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因为你的情绪的识别，情绪的消化状态，其实是把你自己包裹起来了，它会不自觉的拉远你和我和孩子之间的一个距离，所以那会儿我就问你怎么了，对啊，你问我，其实就是想让你走第一步，你先识别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你就是我就是可烦躁了，但是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我能明白，但后来你给我解释我也能明白，当时我在第一反应啊，我会觉得说因为我说他了，我会想，你不是今天才说他了吗？为什么我是？所以你看，你的那个大脑启动总是会以你自己认为的是，你会以你自己认为的，它是你的信念，它不是事实。是。所以经常我们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我明明只是在陈述一件事情，我在表达，但你总觉得我在责怪你。对。然后到事后你发现，确实没有在怪我，但是下一次这个状况再出现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我在责怪你。所以它是你看待我。看待我的一些语言表达的一个模式，对，就是你的信念，你是要调整。其实我那会儿就是转过头，我又感觉到你烦躁了，所以我转头问你咋了？其实就想知道你当下你的状态。是的，我能感觉到你烦躁，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能够说出来，我很烦躁，我很不舒服，它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对，就是在我潜意识中，就是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值得去面对，就是正视的事情。是的，就而且好像，这个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代表一个脆弱面。对呀，对于一个不堪的、脆弱的、不太那么阳光的那一面。是的。如果我说出来，我居然会为了孩子的几句话而烦躁，对，我居然会生气，会生孩子的气，我会生老婆的气，好像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小家子气，不大度。是的。但其实它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给它的定义，是把它定义成不好的、负面的东西，但它其实就是存在的，就跟就是感受，它就是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只有一种快乐的感受，很简单的。是的。我有一个情绪脸谱，我不知道我放哪里了，那么大一张海报，上面有很多个表情，很多个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对。但你要说哪一个绝对好吗？哪一个绝对坏吗？肯定不是。你像我们古代的人，他们还会害怕，对，害怕让他们学会了保命。对啊，他害怕危险，然后他就会
保护自己，哪些危险的地方不要去。所以它不代表这个东西它就一定是负面的东西。会生气代表他能正视自己的需求，证明他有感受有需求，可以不高兴，这是很好的，有自我意识。对，就是在传统的这个教育里，生气不是一个好东西。要控制自己。生气代表我不舒服呀，是啊，我就是不舒服，然后别人侵害了我的权利，让我感觉到不舒服了。他其实没有什么，对，所以情绪其实是 OK 的，不 OK 的是情绪的表达方式。你说我可能有嫉妒心了，但我如果去合理我识别我现在其实是嫉妒了，然后我用我的信念来告诉我自己可以怎么做，我把它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能量，然后让我自己去更好的前进，让我变得更优秀。然后如果说我嫉妒，那我就要破坏它，我不好你也别想好，它就是一种情绪的不好的表达方式。我很生气，我生气的方式是我把孩子揍一顿，或者我生气我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非常生气，我现在需要先处理一会儿，过会儿我们再来聊这件事情。对，就是在人的这种大传统的认知里，嫉妒就会破坏，生气就会爆发。对，其实不是说把情绪单拎出来、抽离出来，认为它只是一种情绪而已。是的，你要识别它。是的，就是一种情绪，一种感受，但是你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是的，所以这就是复盘。复盘就是下一次我可以怎么做？对，我还能够有其他的选择。就会在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你除了你爆发。你还是有其他的选择的，然后这个选择我们多给自己来几次，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在当下就意识到、察觉到，及时中断。我还其实是有1、2、3各种选择，我就可以拿其中一个来做。然后这个做了1次、2次，就我可太棒了，对。然后慢慢的去正向强化自己，你就会去把一个新的信念跟这个行为，然后进行一个连接。是的，那么你就会有新的情绪反应出来。是，我觉得我好像还就是困在原始的这种情绪的认知里。对，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就是别人会怪我，就是会觉得潜意识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不好的，所以别人在这些反应一些细微的反应，我说一些也不是特别带有指向性的话，但在我听来可能就是指向性，就说你做的不对，你的方式有问题，所以我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其实一直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就像你说，可能是很多情况下就是你和我复盘了，就是我把它就以为是我的，并不是我自我的复盘，对，所以它没有在我心里扎根儿，所以我可能就是一直没有把这个情绪抽离出来去看待它。没有正视这个东西，其实负面的情绪也是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沉重，而是我把情绪也只是看作一个负面的，因为对我而言，它带给我的是不舒服的感觉，那其实说实话，就是它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人都有的一些东西，对，是的，是人都有，是吧？这个其实是一个认知调整方面的，就是我怎么去正视它，就是不要认为它是负面的，它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所以我很鼓励你，就是跟我去聊，你自己的很多感受，是，哪怕就是一些很小的、很琐碎的，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找一个自己相对信任的人，对，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尝试表达出来，你就会发现，并不危险的，是，其实很安全，很安全的，不会有，不会说每一个人都会去评判你。你这人怎么这么阴险呀？你这人怎么这么阴暗啊？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不会的，因为每一个人心里他其实都有这种。是，其实我自尊心还挺强的，说实话。我生怕别人在评价我，我是有。你可以怕别人评价你，但你不用怕我评价你。对，我这个别人指笼统。所以你不能把我看作别人。对。所以你看，在你的认知里，你要有一个新的信念，就是我，和你是一体的。对。我们之外可以是别人。是的。那么你对我可以100%的放心，可以100%的安心跟表达。那么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亲近，因为一直是我，你像我对你是绝对坦诚，对，我什么都会告诉你，我对你是信任的，是的。那么我可以向你不断的靠近，那同样你也可以这样啊。是。你多试几次，你就知道其实非常安全的。是，我觉得应该是。是啊，你想想，你经常跟我说，你就说你觉得我可能有一股很神奇的魔力，就好多人都愿意。对，就是好像也没有接触过几次的人，他们就会跟我倾诉很多自己的一些私事。是的，就我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人，非常安全，应该是非常安全。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一个需要调整的信念，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大体的一个冲突的点，就是其实我对你不够信任，我是觉得有。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历史比较复杂，就是我觉得我确实是可能怕别人在指责我这个层面上心思比较重，总觉得好像别人会以各种方式去说我。而且就像你说，就是传统的教育里头，比如说你这些情绪是不应该有的，就在我心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也是啊，不让哭啊。是啊，就是不是让不让，就是我的这个念头里这个哭啊、生气啊等等，它都是很不好的东西。所以就是说有这个东西，它可以吗？它肯定在我的字典里就是 no， 不行啊。其实一样啊。你看我有时候看到小朋友那个状态，他生气，或者他抱怨，或者他哭的时候，我的本能那一下还是不舒服的，还是会，肯定会不舒服的。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传统概念下都会有这种状态，从小的生长环境啊等等，这其实也是正常。不过确实应该像你说的，就是我很幸运，我是觉得遇到了你，因为你是一个会学习的人，然后其实把这些东西传达给我。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应该放下戒备，多相信你，就相信你。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你放下戒备，多相信我是反的。你先告诉自己，比如说你在那个慌张的或者不安的那个当下，告诉我自己要相信他，要相信他，一定要相信他。是的，先做这样的刻意的强迫自己去这样，是的，去输入这个信念。是的，然后逐渐你会信任我，然后才对我放下戒备。是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说的没错，就是刚才关于说，就是我对瑶生气那个状态，你问我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说的，我在说我的腿不舒服，让我不舒服，有点烦，其实刚才我就觉得，哎，我可以说这个，我可以是确实可以表达，因为可能在前面和你说这么久之后，让我觉得是安心的，我可以说这些东西，其实可能我就像你说，是一些需要刻意练习，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可以安心说话的人，应该怎么办？写日记啊，写日记哈，自己和自己对话啊，你至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应该接纳自己的、最懂自己、最了解自己，就首先是自己，而且一定是最重要的这个人就是自己。有道理，有道理。对，然后只是说，如果有这么一个让你觉得还算比较相信跟放心的人，你尝试再向外。去求一些让你觉得安全的东西，我觉得是锦上添花的。那么一定首先要跟自己有一个对话，你自己要先接纳自己啊，你自己不要觉得自己这些都是很负面的、很不好的才行，这个最重要。确实是，这期其实对我很重要。就是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应该以前也聊过，但这期比较在我脑子中会比较清晰一点，我会把它。更加能落实到生活中，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聊这些东西的时候，让我感觉很清楚，一点一点，我觉得不只是对我吧，对观众朋友们应该也很有作用，因为我相信不只是我，肯定很多人也有相似的困境，对吧？那么今天咱们就现在聊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啊，可以在底下留言啊，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喽。